来自异国的丈夫，一场传为佳话的跨国恋情。别人眼中正在享受幸福婚姻的妻子，却在购买保险的2天后，家中意外丧命。其中隐藏了什么？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案件。莫看江面平如镜，要看水底万丈深。欢迎来到解密日记，我是超人。给妻子买保险，受益人是丈夫，然后妻子意外离世了。这样的案件实在是太多了。上周的视频中我才刚刚讲过，可就在半个月前，美国又爆出了一起类似的案件。家住休斯顿的一位华裔女性，在购买保险的第2天就在家中遇害了，而保险的受益人不出所料是她的丈夫。这对夫妻已经结婚14年，妻子是中国人，丈夫是美国人，而且丈夫的中文说得非常好。水饺，感觉非常好吃，那个皮的那个韧性很好的，口感非常好，然后里面的那个韭菜很新鲜的，而且里面的那个虾仁反正很好的这种虾，平时我不太爱吃虾了。在德州，他们这里的虾又脏，那个就是不好吃，反正就是不好吃。这个算是我吃过最好的饺子之一。2个人住在美国的大房子里，养花、种菜、喂鸡、逗狗、撸猫，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的生活。这是我们的菜地，进去看一下吗？解释一下你的菜地吗？不是我的菜地，是你的菜地。是我的菜地。你的上面。我的上面。这里今天拍地方。哎呦，我的玫瑰花。这2天我们做哪里啊？对，现在我们是做鸡窝的。鸡窝在哪里？指一下，在哪里？不是鸡窝是在这里，这个是算是他们的后院。如果没有意外发生，我觉得这是我见过最美好的跨国恋情之一。他们的生活也是我所向往的。那么事情的经过到底是怎么样的呢？在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顿特莱顿布拉夫巷18000街区，这里生活着一对幸福的夫妻。丈夫柯林斯41岁，曾经当过兵，现在是一名自由的平面设计师、金融规划师。妻子梁元华46岁，来自中国，她曾在休斯顿一家牙科医院做过7年的牙科助理，现在工作就是负责一个公益项目，同时在社交媒体上售卖一些文创用品。由于2个人都是自由职业的关系，不需要上班，每天待在家里，夫妻俩也一直没有孩子。非常有爱心的他们收养救治了许多流浪的动物，他们家中有4只小狗，1窝小猫。夫妻俩还在网上为救助的猫咪筹集手术费。过去5年，他们一共收养了超过20只动物。结婚后，2个人一直生活在德州，家中的后花园有1000平米，这里成为了婚后夫妻的乐园。他们会在家中种各种各样的鲜花，种的菜也能保证自给自足。今年菜我们种得很晚，但是已经4季豆已经开始吃了1个月，就感觉不想吃了。我就说下个星期我就把它拔掉，然后我看看再种点别的什么。2个人还合力在院子中搭了一个鸡棚，养了好多只小鸡。饿了，梁元华会在院子里摘菜做给柯林斯吃，而柯林斯则会负责洗碗。洗碗工开始。吃完饭了不洗碗不行啊。老婆做饭，老公辛苦。因为家里有1只母老虎。母老虎。I don't care。我想凶就凶，没有人怎么样。你做错就是要凶。每做错一样要凶。 2个人一起健身，一起发呆，一起逗猫遛狗，偶尔秀秀恩爱，过着田园般充实而有意义的生活。10多年的婚姻生活也使得柯林斯成为了一个中国通，他能流利地说中文，爱吃中国的美食，这应该就是现实版向往的生活了。可你敢信？就是这样一个家庭，谁都看得出他们彼此包容，十分相爱。就在今年的11月1日，柯林斯还在社交媒体上称赞妻子。我妻子最棒的一点是，她真的只对那些没有发挥出自己最大潜力的人生气。不是说你要成为超级明星，而是说你应该要做自己，并成为最棒的自己。
他多年来不断自我提高，也希望每个人都是如此。朋友在下方评论也会说，他听起来是一个了不起的人，世界需要更多像这样积极的鼓励。我很高兴他在那里给予了鼓励。对，就是这样一对夫妻，应该不会有人相信，就在这段信息发布的10多天后，两个人一个死亡，一个成了最大的嫌疑犯。案件发生在今年的11月18日，正在健身房健身的柯林斯在下午3点25分给当地警局拨打了报警电话，说妻子告诉他有人要非法闯入他们的房子。当他回信息过去后，妻子一直没有回复。柯林斯希望警察能去到他家看一看，他妻子是否还安全。警方呢，则立马就赶到了柯林斯的家，在屋子外转了一圈后，认为房子很安全，没有非法闯入的痕迹，在门口等了一会儿后，就准备离开了。也就在这时，报警的柯林斯也回到了家中，告诉警员，几周前他们家就曾遇到过一次非法入侵。随后，柯林斯带着警员一起进了屋，果然不幸还是出现了，在客厅的地板上赫然躺着一具华人女性，脸上还贴着睡眠面膜，头上缠着一个袋子，这正是柯林斯的妻子梁元华，而且已经遇害。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头部，在身体上并没有发现其他的伤口。警方初步判断，遇害地点为家中的客厅，死因为枪击的致命伤。事后根据柯林斯的说法，是入侵者伤害了妻子梁元华，但他还表示妻子的钱包也不见了。然而警方却感觉不对劲儿，很多细节都很奇怪。既然说是非法闯入，可房子里面怎么一点打斗和闯入的痕迹都没有？如果是抢劫，家里几样摆在明面上的值钱东西也都还在。通向后院的门是开着的，夫妻养了4条狗，都在院子里。如果歹徒闯入，为什么没伤害吠叫的狗狗呢？同时，警员也注意到这个丈夫的举动好像也不太对劲儿。在带着警员进门的时候，丈夫柯林斯在门口愣了一下，犹豫了几秒才放下包跑进客厅。正常来说，你妻子都告诉你家里边来了坏人了，你很担心妻子的安全，还报了警。现在到家了，是不是应该一进家门就冲进去寻找妻子？怎么会打开门后还犹豫呢？再加上受害者头上套着袋子这个细节，一般来说，如果凶手跟受害者有着亲密关系，在无法面对受害者死亡的脸时，才会用袋子遮住。正常情况下，哪会有歹徒这样做？警方觉得，在案件发生后，柯林斯的种种迹象都很不寻常，对梁元华死亡的调查方向也围绕丈夫展开。警方对柯林斯产生怀疑后，就前往了他报警时所在的健身房，调取了事发时健身房内的监控。画面中，柯林斯在收到妻子的求救短信后，竟然没有立刻离开，赶回家中，也没有报警，而是心神不宁地在健身房来回走了45分钟，又健身了5分钟后，才走到健身房的咖啡厅报警。警方询问柯林斯健身房中的表现，柯林斯是这样解释的。当天他是一早出门，可吃午饭的时候发现没带钱包，就中途回了一趟家，但没有进家门。妻子梁元华把钱包帮他送到路边后，拿到钱包的柯林斯直接就开车去了健身房。因为在路上他一直在跟朋友打电话，就没看到妻子给他发的紧急短信。等到了健身房挂了电话，才发现妻子在消息中说有人在他们家外面试图闯进来。他马上回复妻子问有没有什么情况，妻子一直没有给他回复。在尝试联系了妻子不下10次都没有得到回应后，柯林斯报了警，随后赶往家里。这个说法警方并不认可，因为健身房距离柯林斯的家很近，只有5公里。为什么柯林斯不在看到妻子的消息后直接回家？柯林斯解释说，因为妻子有时会有点妄想症，他原本以为没什么事儿，就没在第一时间回去。柯林斯一直在辩解着，试图说服警方他很重视妻子，可这漏洞实在是不少。警方发现柯林斯家中是装有监控的，很遗憾的是，这个监控只能是实时观看，没有回放。即使是这样，柯林斯就算没有回家，也应该通过监控查看家中的情况吧。但柯林斯只是简单的辩解说自己忘了。显然，柯林斯在妻子遇害期间的种种行为都不合理。警方到此已经基本确定柯林斯问题太大了，随后对案发现场以及柯林斯当天的行踪进行了仔细的调查。结果果然不出警方所料，
在他家中，警方搜到了一份保险单，其妻子梁元华2天前才刚刚签字。如果梁元华意外去世，丈夫柯林斯能得到25万美金的赔偿。警方也在家中的洗衣房找到了一把.22口径的手枪。经检验，梁元华正是头部遭到了这种小口径子弹的射击死去的。而警方在柯林斯的裤兜里同样找到了一发.22口径的子弹。至于柯林斯说的妻子的钱包不见了，警方也在柯林斯健身时的储物柜中找到了。跟这个钱包一起的还有妻子的个人证件、银行卡、现金以及化妆包。另外，也有一名居民表示，在梁元华死亡当天，他听到柯林斯家中传出了一阵争吵声。种种证据都指向柯林斯伤害了自己的妻子，并试图掩盖案件的真相。2021年的11月25日，柯林斯被逮捕，关押在当地的哈里斯监狱，等待开庭受审。至于其伤害妻子的原因，警方猜测，最近柯林斯可能正在经历财务上的困难。他曾告诉警方，他的车被强制收走了，现在正在开一辆租来的车。但仅仅是因为经济的拮据，就动心思向自己结婚14年的妻子动手，显然不太现实。在查找这期视频资料时，我看了许多2个人上传到社交媒体的照片和视频，能够看出视频中的柯林斯中文讲得非常好。在疫情前，2个人也经常来到中国，他也很爱梁元华，2个人会一起设计打理家中的园子，很有爱心的收养了那么多小猫小狗。在他们分享的照片里，小动物在他们家中过得都很幸福。2个人甚至还建了一个基金会，为生病的小猫筹款。结合犯案后，柯林斯毫无逻辑的辩解，我觉得这应该不是一起预谋后的行动，更像是一时冲动后的结果。近日这种结局并不是柯林斯想要的。不过我想，当梁元华签下那份受益人是丈夫的保险后，柯林斯的心态一定是发生了变化。也许没有这次案件，梁元华未来也会死于某种意外，可能是车祸，可能是溺水，可能是爬山。而柯林斯到那时，也许真就成了痛失爱妻的好丈夫，含着眼泪领取那25万美元的保险金。总之，因为案件很新，还没有开始审理，柯林斯为什么这么做的原因，我们不得而知。如果有什么最新的进展，我再跟大家来汇报。做过好几期类似的视频了，我在想，是不是未来夫妻间互为受益人的这种保险，最好就不要买了。好像买了这种保险后，才会变得真的危险。好了，这就是本期解密日记的全部内容。喜欢的朋友记得点关注，我是超人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